猪这孩子也是无敌了，他竟然又越狱了，而且这次还是踩着妈妈的肩膀跑出去的。只见媚猪先来了个引体向上，然后借助妈妈的肩膀使劲往上爬。经过几轮的努力，媚猪终于再次越狱成功。而她在一边认真干饭的老母亲，甚至都没有回头看她一眼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菊萌萌才回头看了看，还寻思这是谁家的熊孩子，怎么自己在外面玩？这家长可真不合格。吃完瓜后就回过头继续干饭了。当媚猪拱翻小板凳的那一刻，菊萌萌才缓过神来，不对，那是我的崽，原来是自己家的熊孩子偷偷溜出去了。菊萌萌疯狂点头示意媚猪赶紧回来。媚猪这个叛逆小孩还故意走向妈妈，然后再转弯走开，像是在说想让我回去啊，门都没有。更搞笑的是，大梁过来后从角落里抱起媚猪，然后把她又从小卖部的窗口给原路遣返了。这一幕真的看着不要太搞笑，而且现在的媚猪越狱已经达到轻车熟路的程度了，不知道一天到晚她要从这个小窗口爬出去多少次，就算是当着大梁外公的面，她也要往外爬。小小的媚猪就能有如此强大的臂力，把自己挂在窗口上时，就像是一只晾晒的毛绒玩具。估计再过半个月，媚猪的大脑袋就不一定能从小卖部爬出来了。不知道那个时候媚猪会不会很疑惑，之前明明都好好的，今天怎么就突然过不去了呢？而且如今不足5个月的媚猪已经开始学习爬树了，估计长大后又是一个独立自强的大女主形象。媚猪也是超凶的，因为大梁外公总喜欢逗她玩，有时候媚猪也受不了这个粘熊精，所以当大梁靠近她时，媚猪就会扬起手掌要打她。虽然大梁有点欠欠的，但媚猪可以说是大梁的心肝宝贝。他在看媚猪时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都是宠爱，就像在看自己亲手带大的孩子一样。他会轻轻地叫醒熟睡的媚猪喝水，也会轻轻地摘去媚猪身上的树叶，甚至会用手擦去媚猪下巴上的水。一切的爱意在这些细节中都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大梁也是全网猫粉最羡慕的男人了吧？爱的蜘蛛侠造型再现江湖，不得不说爱姐真的太会摆造型了。想当年爱姐小小的一只，就能凭借自己的力量爬上窗台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她竟然能在窄窄的窗台上摆出这个特别帅气的蜘蛛侠造型。然而时隔1年，爱姐又摆出了同样的动作。起因是奶橙给爱姐的院子里安排了这个吊绳玩具，她征服吊绳的过程把一旁的外公看得满脸自豪。取完果果的爱姐把绳子扯向自己的车前，然后做了这个特别帅气的蜘蛛侠 ending 动作，而且她还满脸微笑的保持了很久，很难不怀疑这就是她故意耍帅让姨姨们拍照的。除了这个蜘蛛侠造型，爱姐还有很多的经典动作。就说爱姐雕树枝，虽然她小小年纪，却总能给人一种大佬出街的既视感。爱姐真的从小就把气质这块拿捏得死死的，别的小熊喝盆盆奶都是很松弛的状态，而爱姐总是凹的腰是腰定是定的，来展示她完美的好身材。这小屁股翘的，放一桶纯净水都没什么问题。爱姐忙完管理的大小事务，躺在大宝座上惬意的样子，有种退休大爷的松弛感。不过爱姐并不是在翘二郎腿，而是把手搭在腿上，然后沉浸式舔手。爱姐还 cos 过功夫熊猫，看这造型和阿宝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了吧？果然是艺术都是源于生活。而二顺一家之所以被称为豆沙家族，也跟爱姐凶神恶煞的表情有关。这一家子趴在栏杆上，歪着嘴呲着牙，就给人一种惹不起的感觉。而别的小熊被抱起时，一脸的天真无邪，满满的都是松弛感。而爱姐被抱起时，抄着手，一脸的凶神恶煞，像是在说看什么看，等我出去给你们豆沙了。而爱姐特别喜欢坐在这个树杈上，把手搭在旁边的木桩上，有种唯我独尊霸气侧漏的感觉。但是爱姐的表情也是可以随时切换的，想萌翻大家也是分分钟的事儿。今的二姑奶奶喜乐果然有的是力气和手段，那是能动手的时候绝对不会动脑子啊。喜乐的冯奶爸经常会给她制作各种丰肉，特别是用葫芦制作的漏食器，老冯经常是忙活半天给葫芦上掏个洞，然后把小零食放进去，想让喜乐开动脑筋取出来。这是老冯幻想的自家闺女从漏食器中取果果的场景，情绪稳定且有耐心。这是现实中喜乐从漏食器中取果果的场景，那是3秒没出来就开始急眼了，然后抱起葫芦，双手扒着洞口，试图暴力拆除。老冯看到这也干脆摆烂，拱着火让喜乐使劲儿，要使劲，使劲。二姑奶奶也从不让老冯失望，不到10秒钟，葫芦就从中间应声断开。制作2小时，拆除1分钟，老冯也只能无奈的给自家闺女竖了个大拇指。还有一次是老冯想锻炼喜乐的后置力量，用竹竿顶着竹篮，想让喜乐站起来取小零食。二姑奶奶肯定不会按套路出牌，只见她站起来把插在竹篮里的竹竿薅掉，然后一手按着木桩，一手扒着竹竿，用嘴直接把竹竿从中间咬断了。
所以说老冯，我劝你省省吧。二姑奶奶能是你说锻炼就锻炼的熊吗？喜乐的拆家能力肯定是不用怀疑的，不管大件小件都能拆得稀碎。他原来有个大躺椅，有天半夜加班就给干掉了。这个小船也是，据说是为了端午节准备的，但是小船压根就没活到端午那天。喜乐11岁生日，老冯更是花了好多的心思。在喜乐出场前，老冯慷慨激昂地说：“我们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跨马定乾坤。”等到喜乐出场后，我那弄了一晚上那个竹简，你霍霍那个行，你别霍霍竹简。反正二姑奶奶是不是武能跨马定乾坤不清楚，但绝对能拆到老冯心态崩溃。后来感觉老冯的制作速度也是赶不上喜乐拆的速度了，他已经开始逐渐摆烂了。喜乐把这个竹椅的前腿拆了，老冯也不修了，直接把小竹椅架到了小马上面，改成了马车。说实话，看到这已经开始佩服老冯的创作能力了。会有其三妹这么可爱的小熊了。这天他越狱被墩墩外公抓包了，被外公抱起时，自己还不好意思的捂住了眼睛。这小模样真的是萌化了，也难怪姨姨们会见一个爱一个。他们在路都走不稳的年纪，就会撒娇卖萌拿捏人心了。别说是网友们被他萌翻了，就连每天照顾他的墩墩外公都被他可爱到情不自禁嘴角上扬。自从有了其三妹，墩墩脸上的微笑就没消失过，看他自豪的模样，就像是其三妹是他亲生的一样。毕竟墩墩现在是全网都在羡慕的男人，而且其三妹给人的感觉，打眼一看就是软萌可爱的小女生，蓬蓬脸水滴眼，就连小脑袋都是爱心的形状。即便是她趴在毯子上睡觉，只能看到她的背影，一股一股的小肚子也能让人变得柔软。这种治愈的感觉真的直击心灵。小小年纪的其三妹还会和大家玩起躲猫猫，这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也是被她拿捏了。因为现场的游客看到其三妹，通通秒变夹子音，所以就连她自己也很好奇自己的美貌，孤勇着爬到了玻璃围墙前，想亲眼看看自己的盛世美颜。看得出小家伙对妈妈给自己的这张脸也是很满意。虫洞也是很传奇，生一胎火一胎，从梁月鱼宝鱼贝到大四喜小四喜，到于可于爱，再到芒小五，包括今年新鲜出炉的其三妹，没有一胎是默默无闻的，而且他们也是个个身怀绝技。即便是不满4个月的其三妹，也已经会十分标准的一字马了。他还跟隔壁表姐于爱交流了拽姐养成记，已经开始练习雕树枝了。他还想把多余的部分掰掉，用力到小屁股都在颤抖，很难不怀疑是爱姐教给他，要从小练习耍帅技巧，长大后才能在大家的欢呼和掌声中表现得更加从容。真的很想知道，软萌可爱的其三妹会不会也能变成雷厉风行的拽姐呢？宝真不愧是艾女士的头号小迷妹，这么小就有保护妈妈的意识了。平时瑞宝和辉宝打闹，大家都是知道的，一般都是辉宝占上风，即便是辉宝把他按在树上，跳起来踢他膝盖，甚至是被辉宝连扇11个耳光，瑞宝都不怎么还手。但是如果是辉宝在他面前打妈妈，瑞宝就会武力全开暴揍小灰灰。这天辉宝又在费妈咬艾女士背上的毛，瑞宝看到后非常生气，跳上去就咬住辉宝的耳朵，然后和妹妹扭打在一起。可以看得出瑞宝真的有在保护妈妈。还有一次是艾女士想上木架，结果被辉宝这个小坏蛋连扇2个巴掌阻止了。瑞宝看到后二话不说，直接冲上木架就是干，咬住辉宝的头套就往下面拽，即便是自己狠狠地摔了一跤，也要教训一下小灰灰。艾宝看在眼里，应该也很欣慰，毕竟3个孩子也就瑞宝不那么淘气。要知道平时都是小灰灰欺负瑞宝更多一点。宋3岁还曾因为瑞宝不会还手，抱着瑞宝教他打辉宝。这么看来，平时瑞宝还是有让着妹妹的，但是妈妈是他的底线，所以瑞宝的雄声格言就是你打我可以，但是打妈妈就是不行。而且瑞宝真的很喜欢黏着艾女士，吃饭的时候要和妈妈贴贴，睡觉的时候也要和妈妈趴在一起。还记得瑞宝很小的时候，就会看着艾宝特别开心的笑，像是在说我的妈妈真好看。还有一次是两小只惹艾女士生气了，艾女士趴在地上气得一动不动，江爷爷在一边劝和。当时还是瑞宝率先迈出了破冰的第一步，走上去抱住妈妈，抱着妈妈的脑袋哄她。这一幕就不得不让人想起曾经的福宝和艾女士冷战的场景。一大清早，母女俩坐得10万8千里远，福宝趴在床上露个小脑袋一动不动，艾女士坐在地上气得也是一动不动。当江爷爷问起他们母女俩是不是吵架了时，福宝还高傲地抬起脑袋，一副又不怨我你问他的表情。当时想让福宝主动给艾女士道歉，肯定是门儿都没有的，气得艾女士都想把他回炉重造。这么看来，灰灰泪福不是说着玩的，两个都是不省心的废头子。看来只有小田瑞这个小棉袄是不漏风的。女士和小五这对母子真的太有意思了。小五前几天因为大树被包住有些失落，所以经常会爬到保护礁的位置去看。然后没过几天，奶成就给小五安排了新树。王女士见状也模仿儿子，爬到保护礁的位置去许愿。天灵灵地灵灵，
奶橙也给我安排个玩具行不行？毕竟莽家大院只要上新玩具，都得是小五的母上大人先玩。大飞机是，大跑车是，小粉猪也是，就连不适合他尺寸的红色吊床也是。即便是很明显这个玩具不太适合他，他也要硬玩。正着爬不上去，就挂倒档，结果倒档也失败了，还把自己气得原地兔子跳。而且他自己玩不了，也不让小五玩，一巴掌就给小五掀翻在地。就算爬不上去，趴在上面也是好的。还有这个玩偶兔子，这娘俩也是抢得厉害，看他俩感觉都快抢急眼了，又是薅头发又是挠脸的感觉。莽妞妞自从生了小五之后，状态上至少能年轻5岁，一点妈味儿都没有，有种越活越年轻的感觉。小五也是遗传了莽女士的搞笑基因，她看到院子里的小鸟准备去抓，长安5少的加速模式也是很特别，把一只脚抬得高高的，然后预备被加速，最后还是扑了个空。对于小五来说，结果并不重要，关键是动作要帅，毕竟他是一只连放屁都要他腰撅定的小熊，小年纪就能轻松拿捏纨绔子弟的气质，真的太喜欢这对活宝母子了。